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少爷兵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云顶大马。当你看完这个影片，你会了解到云顶大马的背景、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。云顶大马之前是叫 Resort World Sdn Bhd， 成立于1980年5月7日，在1989年改为上市公司后，名称就改为 Resort World Bhd， 随后再改为云顶马来西亚有限公司。在1989年，云顶和云顶大马进行了重组，云顶大马向云顶收购整个博彩、酒店和度假村相关业务，包括商誉和其他相关资产。云顶大马是云顶集团旗下的子公司，主要业务分布在马来西亚、英国、埃及、美国和巴拿马。我们先来聊聊马来西亚的业务。云顶大马主要从事主题公园、游戏、酒店、海滨度假村和娱乐等休闲活动。它配备了约10,500间客房，分布在7家酒店、主题公园和娱乐景点、餐饮店和购物中心，以及国际展览和商务会议设施。在2013年12月，云顶集团开展了一项为期10年的总体规划，以根据云顶综合旅游计划 Genting Integrated Tourism Plan 简称 GITP 重振及改造 Resort World Genting。云顶大马在 GITP 的计划下，引入了各种新设施和景点，其中包括 First World Hotel Tower 3、Awana Skyway 缆车系统、Theme Park Hotel、Crockfords Hotel、Sky Avenue 娱乐中心的新景点、新近翻新的 First World Plaza、新的 Skytropolis 室内主题公园，以及世界上第一个20世纪霍氏世界主题公园。除此之外，于2017年6月在中山开设的云顶高原名品折扣店 Premium Outlet 进一步补充了 Resort World Genting 的新产品和现有产品。云顶大马除了在彭亨州的云顶高原，还在马来西亚拥有并经营着2个海滨度假胜地，即位于登嘉楼州的 Resort World Kejau 以及位于佛罗交易岛的 Resort World Langkawi。云顶英国是拥有多达40家以上的赌场经营商，包括在伦敦经营着的6家赌场和伦敦以外的36家赌场，是最大赌场运营商之一。另外，云顶英国还经营着位于英国的第一个综合休闲中心 Resort World Birmingham， 包含游戏和娱乐设施、购物中心、电影院和餐饮店，以及拥有178间客房的4星级酒店。云顶埃及是云顶英国的子公司，拥有 Crockfords Cairo 赌场，这间赌场是在 New Ritz-Carlton 酒店里面。云顶美国经营着纽约名胜世界 Resort World New York City， 是美国东北部地区的领导博彩业者，其最主要的是赌场，目前拥有约6000台老虎机，其他有一小部分的商店，还有1层会议中心。于2017年7月开始动工的总值4亿美元的扩充项目也在顺利的进行着，并预计将在2019年年底完成。扩充项目所涵盖的新景点包括400间客房的酒店、额外游戏空间及更多的餐饮店、购物中心和娱乐选择。在迈阿密，云顶美国拥有一个占地30英亩的优质永久地气海滨遗址，俯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中心的比斯坎湾。主要建筑包括 Omni 中心的购物商场、办公空间和拥有36层楼的 Hilton Miami Downtown Hotel， 以及一个新巴士总站。这项工程预计将在2019年年尾开始施工。Resort World Bimini 酒店位于北部的比米尼岛，占地750英亩，是一家海滨度假酒店，设有赌场、别墅、其他住宿、餐厅和酒吧、度假设施，还有巴哈马最大的游艇和码头综合体。我们现在就来分析2019年次季度的财务报表吧。
从这个损益表我们可以看到，刚出炉的最新业绩显示，营业额成长了 7.4%， 净利也成长了 5% 左右，基本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季度。再仔细留意，可以发现主要的收入是从 gross profit 来的，而不是从一次性收入来的。比如托售云顶香港就是一次性收入。至于公司的其他收入是减少的，其他支出方面也有所减少。其他收入和支出通常是指与实体主要业务无关的类型，虽然不太重要，但也不可以完全忽略。另外显得比较重要的就是 impairment losses 了，对比上个季度大幅收窄了，所以这个业绩才会比较漂亮。Finance cost 的提高也显示出公司的债务有上升的迹象。最明显的举动莫过于近期内收购帝国度假村，并且有意将帝国私有化，所以借贷上应该还会有所增加。利息成本按理来说在未来还会持续升高，所以必须要多加留意。资产负债表方面，总资产比起6个月前是上升了 2.7% 左右。最显著的对比可以说是 Property, Plant and Equipment 了，增加了差不多12亿，证明公司正在持续发展，毫无松懈。而这几个增幅很大的，其实是因为公司在2019年1月1日起采用了新租赁规则，如果拿已经更新的价来对比，就会发现没差多少。其他的就大致上可以说是持平的，没多大的变化。至于现金流方面，比起半年前就少了个10亿左右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现金流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现金流表是详细记载着一家公司在固定期间内的现金增减变动情形，所以是骗不了人的。从 operating activities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来看，比去年多了整1亿7千万。我们从税务方面了解到，今年是比去年增加了，原因在于政府今年调整了赌博税，导致需额外支付更多的税务，再加上去年的退税记录，税收对比才会差异巨大，所以今年的营运现金流还会比去年高，真的是很不错了。从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量净额来看，公司今年似乎更加的马不停蹄的在发展，单单投资去发展项目上就用了14亿多了。Financing activities 就没什么特别了，但是可以看到今年的上半年股息比去年少，总之在这方面就用了8亿左右。总结来说就是现金流进了12亿，但是用掉了22亿，所以现金才会少了10亿。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？就大部分赚的钱都拿去投资在发展项目了。虽然如此，手头上的现金还是有整70亿左右，短期内的资金周转是不成问题的，甚至要比去年稳定。预计今年下来，现金流还会稍微减少，毕竟收购帝国度假村和偿还他的债务，估计还是要花钱的。再来就是业绩表了，从这图表可以看出，公司绝大部分的收入来源还是在云顶大马，而且相比去年，成长率还是非常可观的。英国和埃及的业绩虽然下跌，但是跌幅并不大，在接下来的2个季度的业绩仍然是可以期待的。至于美国和巴哈马，营业额是持续上升，净利也是持续走高的。相信公司也要持续大力发展该区域的业务，毕竟可以从公司投资在 Must Be One Bannock Tribe 和收购帝国度假村中发现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，各位有对云顶大马产生什么感想吗？可以在留言区和我分享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赞、留言及分享出去。还没订阅我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记得开小铃铛，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见。